今天煮一道煲仔饭，大家南方的朋友会比较熟悉啊，北方的人可能不是很熟悉。这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道地方美食。我手里呢拿的是半根腊肠，不是广式腊肠，是西式腊肠。我正在刮出外层的青霉，这是真正的一个陈年腊肠啊。这上面长了很多青霉，但是并不妨碍，因为外层有一层保护皮，这只是附着在外面，所以刮掉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神奇的样子？这是西式的火腿，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把它用力切下去，可以看到里面是非常完好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食用了。实际上呢，煲仔饭是很简单的，我们用到的食材有香菇、因为香菇忘记吃了，有一些黏。然后我计划着是前几天就做的，但是我一直是因为有其他事情，所以耽误了。还有小油菜，还有4颗鹰掌西红柿来调味和配菜的。基本上食材就是这些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精华不是这个，精华是煲仔饭里边的，说是战斗机不合适哈，这是煲仔饭里的灵魂，煲仔。所谓煲仔呢，也就是砂锅，它比普通的砂锅要浅，因为它是要源于展现食材嘛，所以要浅。这个不是用来炖鸡炖鸭的，这是专门用来做煲仔饭的啊。底部是这个造型了啊。正常的话应该是把这个新锅泡在水里浸泡24个小时，然后拿出来阴干，再然后呢抹上油之后阴干12个小时之后再食用。这是对于家里使用煤气灶啊这种大灶的。而对于我们现在为了考虑这种情况呢，特意购置了这一款灶，这个叫电热灶啊，它的温度比较低，大概最高温度只有300多度吧，只相当于火焰温度的一半，所以我们直接使用这个锅就可以了啊，因为它的不会太高温度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。在使用煲仔之前呢，做煲仔饭之前的时候呢，这个锅呢，为什么叫煲仔饭呢？因为这个煲仔里面首先是有饭啊，饭是灵魂，我们要倒一点点油进去。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有音乐吗？没有得到音乐的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自动配乐吧。然后使用硅胶的刷子把这个油均匀的刷在外壁上。这个放油的目的呢是有3个目的吧。第一个是增加香味，因为使用了油之后呢，因为这个油能够把这个其他的味道能够融合在一起。另外一个呢，还能够让这个米饭呢底部出现一层锅巴，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嘛，所以这个锅巴吃起来口感，这是灵魂啊，这个煲仔饭的灵魂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保证这个热量能够快速的传导，能够均匀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我们已经把油刷上去了啊，刷上去了，并不是直接把菜扔进去啊，
如果直接扔菜的话呢，那就变成了新疆的那种手抓饭了啊。我们放进了，我们使用秘制的啊，这是一款购买自产地比较神秘啊，并不是大量的那个消耗的这款独特的米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哎，米不要太多，根据个人饭量来说吧。然后这款米的样子呢不是很好看哦，但是非常好吃。这个米的，因为它是新米嘛，新米，所以我为了能够让它干燥一定的程度啊，我特意专门用了加热的那个部分，让它使用低温。刚才资料库满了，我们继续换了一个卡，然后这个米放在锅里，然后我们倒点水进去，因为我们要蒸饭嘛，所以这个水不要很多，略微没过米面的1厘米左右就好了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。然后拿我们的刷子把这个米均匀的铺上去。哎，这边还有点水有点少，再多一些，再略微的多一些。好，再倒就多了，再倒就多一点。太多的话，这个米就会变成稀饭，就会失败。我们看看这个视频会不会失败啊？就算失败，我也会直播的，我也会把它原本的保留下来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步骤就准备完了。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们重复一遍，就是刷油，然后放米，倒水 ，OK， 然后点燃这个锅，然后展示一下盖子，这是煲仔饭的盖子，有点土式砂锅的味道啊，比较传统的款式，这是我特意选的这种造型。来给大家复原一下，咱们的祖先是吃什么的。好，现在把盖子盖上，然后等待着它沸腾，大概需要几分钟吧。我们暂停一下，在等待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并不需要痴的等，需要来处理一下我们的食材。这个其他的还好说，尤其是这个腊肠，我们要把它从中间切开，不能说从中间切开吧，应该从这个3/4的位置切开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这个肠呢和普通的这个中式的那个肠不同，它这个是有肠衣的，这个肠衣是不能吃的，这是一个复合材料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从中间切开，就能够把这个外层剥下来。为了保证这个火腿肠能够带上一点辣味啊，也就是腊肉的那种辣味，因为广式的腊肠嘛，它有一种辣味的。我特意没有把它放入冰箱，而是在常温下，继续的发酵了大概有，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啊，发酵了大概有半个月吧，半个多月。然后我们把它切片儿。换一下，这个西式餐刀是割牛排不错，用来切菜的话，真不如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菜刀，非常轻松。
切大概1毫米左右的片儿吧，不要太厚，因为这个煲仔饭的食材呢要比较容易熟，因为它这个菜肴是利用这个米饭蒸熟的余热来弄熟的，如果太厚的话它就不熟了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香肠是熟制品啊。这个如果经常做西餐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眼熟，因为这款是西式香肠，是主要是做披萨的，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这个披萨和煲仔饭是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，都是利用高温来煎这个底，这个披萨底是面底，这个我们这个煲仔饭呢是米底，这是不同地区对这个类似的食材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处理，但是它这个煲仔饭的味道会非常丰富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香菇打十字花刀，这样的目的是让它快熟。然后是熟了之后呢，它会出现一个漂亮的造型。隔开就好了。当然了，你如果觉得这样麻烦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撕碎，或者把它剁成碎块。十字花刀。好了，耐心的等待吧。听得到咕嘟咕嘟的声吗？没错，这时候呢，饭已经开始沸腾了，米也开始膨胀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打开盖子，把我们的菜码上去，用这个余温蒸熟，蒸，放3克就好了。然后把香菇放进去，然后放在这边，然后西红柿往上，然后把我们的主角腊肠放在一侧，这个时候就要飞快的给它们都刷上一层油，别人都是直接浇油啊，我是要刷上去，这样让这个表面的话会非常漂亮，会保留漂亮的颜色。是不是就好看多了？然后我们再淋上一点油，然后飞快的把盖子盖回去，直到什么会儿？直到这个咕嘟的声音没有了。然后闻到焦香味儿，因为这有个气孔。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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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咕嘟。好处是，慢慢的火煮出的米才香，才会好吃啊。
再等待一会儿。差不多了，闻到浓浓的食物香味，主要是香菇。小心的打开盖子。啊，看看好了吗？菜放进有点早，有胶底了，有锅巴了，还好还好，不算太完美，但是应该不错了。这个时候浇一点酱油进去，把火关上。噔噔噔，哦，是不是很不错的样子？这个可以看到稍微倒的油多了一点啊。然后香菇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很漂亮？噔噔噔噔。有漂亮的锅巴在底下，有漂亮的锅巴。水的少一点，然后油的少一点就好了啊！漂亮的锅巴。就到这里吧，今天的煲仔饭算是80分以上，我们有待改进的空间。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